喽，我是徐乐多贝露露露。随着雷电将军卡池的推出，同为卡池也新增了4星角色九条沙罗。身为幕府军大将的他，更是尽忠职守的协助雷电将军实现永恒的梦想，也因此在游戏的定位中属于雷电将军的强力辅助。若是还没看过先前露露对雷电将军的角色分析影片，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查看。本次影片会专门带来关于九条沙罗的角色定位、队伍搭配、武器和信物推荐，以及相关的命座抽取建议，提供给还在观望或是抽到九条沙罗的肉肉们一些培养方向。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九条沙罗是4星雷属弓箭角色，属于增强型辅助，在输出的部分和菲希尔有点类似，可以作为脱手副 C， 但不同于菲希尔的地方在于九条沙罗的辅助作用更为实用，可以说是类似于雷属的班尼特，能够提供攻击力增伤，满命更可以提供雷元素爆伤加成。另外九条沙罗更优异的地方在于大招爆发的倍率在4星角色中十分惊人，只是九条沙罗若不是在满命的情况下，提供增伤的作用并不如班尼特来得更好，算是低配版班尼特。且未达2命的九条沙罗若是要提供增伤环境的话，需要透过2段操作才能触发，实战中可能会拖慢战斗节奏，但满命的九条沙罗却是更为明确的雷属专用增伤辅助。若是队伍中以雷属角色作为主 C 的话，满命九条沙罗是必备的队员之一。九条沙罗的普攻是5段式的弓箭射击，在手感上的射速较慢，普攻伤害和重击倍率也不出色，但九条沙罗也不是靠普攻吃饭，所以可以完全不用升级，专注于提升 Q 和 E 技能即可。E 技能是九条沙罗的核心技能，发动后九条沙罗会向后移位一段位置，并召唤鸟语的加护，会在手背上发现有鸟语的缠绕，持续18秒。在这段期间，九条沙罗发射完蓄力的箭矢后，会消耗鸟语的 buff， 并在命中的位置留下一枚鸟语。鸟语若爆炸会引发天狗咒雷符的雷元素范围伤害，产生3颗元素为例，并且提供给当前场上角色增加基于九条沙罗基础攻击力的加攻效果。类似于班尼特的 Q 大招增伤也是基于班尼特的基础攻击力，只是九条沙罗在提供增伤的转换效果并没有班尼特那么多。以天赋技能9等的九条沙罗可以提供基于基础攻击力的 73% 转换，而同天赋等级的班尼特 Q 大招却可以提供 95% 左右的转换，之间相差20多%，而且九条沙罗提供增伤的时间只有6秒，班尼特提供增伤的时间有12秒，差了2倍，因此6命战神的宝座还是由班尼特稳稳坐。但九条沙罗的增伤和班尼特的增伤其实也不相冲突，可以相互叠加，因此2位增伤角斗的队伍下，主 C 爆发能力也会十分惊人。一技能的增伤若在非2命时需要触发，需要先开1，再蓄力瞄准地面发射鸟语，快速切换角色等鸟语爆炸吃增伤，流程上稍微耗时，且只能是吃到鸟语爆炸后的那一名角色才享有加成。而班尼特的增伤是一个大圆圈，只要在大圆圈持续期间切角出来都可以享有增伤，等于是全队都可以享有增伤 buff。 这也是九条沙罗和班尼特在提供增伤环境上不同的地方。 Q 大招发动后降下天狗咒雷金刚坏，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而后天狗咒雷金刚坏会扩散成4道连续的天狗咒雷雷力，若是4命可以增加变为6道闪电，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总共2段雷元素伤害。10级天赋技能可以提供 737% 的高倍率，伤害超高，也是九条沙罗的主要输出来源。下场前可以用大招补强一些输出，金刚换和雷力都可以使范围内的场上当前角色获得和一技能一样的攻击力加成效果。若是先用一技能鸟语给九条沙罗自己增加过攻击力后，再开 Q 速切其他角色吃到雷力的增伤，就可以有2段的增伤。也由于雷力的效果是多道闪电，若是在多人联机的状态下，这多道闪电的效果也很容易被其他场上的多名队友吃到，在4命有6道闪电的情况下，也更容易让全部人都吃得到。最后也要注意的是，所有天狗咒雷的效果不能叠加，一切效果和持续时间以最后一个生效的天狗咒雷增伤为基准。被动天赋1解锁后，可以减少在一技能的鸟语 buff 下瞄准蓄力的时间减少 60%， 以一般蓄力射击的秒数是2秒钟来说，可以减少到只剩下 0.8秒，可以更快的产生鸟语来提供攻击力加成。被动天赋2在一技能命中敌人后，将会依照九条沙罗本身的元素充能效率，每100%为所有队友提供元素能量恢复，每3秒触发一次。虽然即便给九条沙罗全堆高元素充能效率的情况下，这个被动天赋所提供的元素能量也不算多，但就当做不无小补的元素能量恢复。总结天赋技能升级顺序：1大于 Q 大于 A，
A 可以完全不用点 ，E 和 Q 都是9条沙罗的核心天赋。虽然 Q 大招伤害倍率高，也会提供增伤，但 Q 大招的增伤比例是基于E技能的天赋等级决定，因此2招都很重要哦。9条沙罗的天赋素材为周2、5日开放的风雅系列，而等级突破素材需要打位于青濑岛的新 BOSS 雷鹰泉线来取得雷霆树珠以及丘丘人会掉落的面具。当地特产的部分则需要采集血狐，可以到名锥滩附近船的废墟旁都有很多可以捡。往无相之火的路上也有很多明显的血狐可以采集，而若是天赋技能6以上，则会需要消耗新的周长 BOSS 女士所掉落的灰烬之心。联名的9条沙罗不太建议使用，在增伤的流程上太过拖慢节奏，也不太适合新手使用，比较偏后期角。建议要练9条沙罗就至少2名以上。且9条沙罗这次和雷电将军绑在一个卡池，在出雷电将军的同时，相信9条应该也可以累积不少。一命可以让一技能在提供天狗咒雷增伤 buff 或命中敌人后，让冷却时间减少1秒，每3秒可以触发1次。而一技能的增伤其实也包含 Q 技能中的天狗咒雷增伤，因此在一技能冷却时间10秒的情况下，最多可以减少2秒的冷却，小幅度优化，不算关键命座。2命是完美解决9条沙罗提供增伤时节奏拖慢的缺点，因此是关键命座之一。要玩9条，最少请先抽到2命为基准，再开始玩。2命后的9条沙罗释放一技能后，会在原本的位置留下1枚伤害只有30%的鸟语，因此也就等于省去了还要蓄力瞄准射击生成鸟语的流程。解锁2命之后，只要开完1，再切换其他角色就可以直接吃到增伤。3命和5命分别是提升 Q 和 E 的天赋等级上限， Q 技能影响输出倍率上限， E 则是影响增伤比例上限。4命主要是让 Q 技能的天狗咒雷雷力所产生的闪电增加为6道，伤害范围变大，等于伤害量也更多。多人联机时要让队友吃到 buff 的命中率也会大幅增加。6命就是9条沙罗的完全体，雷属队伍专用最强增伤辅助角，至此成为完全体。只要处于天狗咒雷增伤 buff 下的角色，其雷元素伤害的暴击伤害可以提高60%。看到这边，雷电将军狂喜，北斗欢呼，柯晴兴奋地从轮椅上跳起来。唯独雷则是因为物理伤害为主要输出的关系，和这60%的雷伤比较沾不上边。总结命座的抽取建议：2命以下不适合练，要玩至少抽到2命，再来就6命。2命的9条沙罗可以视为低配版的班尼特，在没有班尼特的情况下，可以放在任何队伍中作为增伤辅助角色，或是当做第2队的班尼特来使用。6命的9条沙罗在提供雷系角色的增伤作用上可以超越班尼特，为雷属队伍专用增伤辅助。有练雷属主 C 就请把9条务必拉到满命。满命9条的雷元素爆伤增幅可以完美避开班尼特的增伤和万叶的减抗。若9条没有满命的情况下又需要增伤角色的话，不如就直接用班尼特就好。9条沙罗的增伤是基于基础攻击力，因此主要就是给9条沙罗装上攻击力100值高的武器就好，越高越好。在5星武器中，以天空之翼所提供的基础攻击力最高，90等有674点的基础攻击力，因此为5星武器首选。加上若是玩得久的话，很多人应该在先前武器池或是强柱池都有歪个1-2把，因此也还算比较好搭配。另外可以选择的是周末接探之师，虽然90等的基础攻击力是608，副词条是元素充能效率，但武器的被动效果可以在累积4枚追思之符且消耗后，为队友提供12秒的元素精通和攻击力趴数的提升。以相同等级的天空之翼和周末接探之师来比较的话，会是周末接探之师稍微好一点，只是这把武器应该比较少人有抽，加上还要叠4枚追思之符效益才会最大，因此在5星武器上以天空之翼会比较通用一点。在4星武器里面，基础攻击力最高的武器就是暗象猎手和祭礼弓，90等的情况下都有基础攻击力565点的数值，只是暗象猎手的作用比较偏向于输出，而祭礼弓的作用比较偏向于提供充能。4星武器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总之就是以你背包中基础攻击力最高的武器为主即可。9条沙罗的大招能量回复需要80点，是很需要充能的，加上大招倍率伤害高，从这些特性来看，最推荐的圣物套装会是绝缘4件套，在提供充能效率20%的效果之余，还能够再提供元素爆发的伤害，和9条沙罗是十分契合的套装。缺点就是绝缘4件套不太好刷，而且目前可能还会跟雷电将军抢。其次也可以选择且比较万用的就是和班尼特一样的宗室4件套，若是玩了一阵子的玩家，应该可以从很多角色身上拔宗室套过来用，且目前合成台也可以使用多的5星圣遗物来指定转换宗室圣遗物。若是这2件4件套都没有的情况下，另外可以再过渡用的就是如雷2件套或绝缘2件套加宗室2件套。4星圣遗物的部分可以选择流放者4件套或是流放者2件套加学士2件套。主词条建议理智罐暴击率或暴击伤害，十字杀元素充能效率，控制杯雷元素伤害，
副词条元素充能效率大于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事业物的副词条并不会影响9条沙罗的基础攻击力，所以主要提升相关的雷元素伤害即可。顺便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基本毕业面板为暴击率40到50%，爆伤150%以上，元素充能效率180%到200%以上。这队就是洛洛在雷电将军影片中最为推荐的幕府军主仆队，队员组成为雷电将军加满命9条沙罗加风云万叶加班尼特，围绕着雷电将军作为主 C 而搭配的队伍，把最豪华的元神3大辅助角都给雷神配上。若要战场的雷电将军建议2命，这队不只可以用来打圣境螺旋，但是挺吃操作，还有队员事业物配置的练度，但练度起来后又是一个雷属核爆新世界，大招顺发随便都6位数，拿古炎龙先来试刀轻松就能给他个痛快。技能接技顺序建议是先开雷神1，再万叶 Q 减抗，班尼特 Q 增伤，9条沙罗 Q 增伤，雷电将军 Q。雷电将军的部分也可以换成柯琴，万叶的部分也可以换成钟离，有练阿琴老婆的也可以体验一下雷伤变高的伤害。以偷用的砂糖武装队员配置通常是砂糖加行丘加北斗加菲希尔，主打扩散加感电的伤害。其中武装主要是透过行丘 Q、北斗 Q 和菲希尔1的脱手，而驾驭这套武装的驾驶员就是砂糖。若是把9条沙罗放进来，可以替换菲希尔或是北斗其中一名角色，加快回复充能的优点，也可以弥补行丘和北斗2位都需要大招能量80点的角色。且9条沙罗大招爆发也可以弥补队伍中其他输出的伤害，提升输出效率。因为9条沙罗的增伤可以和其他增伤角色一同放入队伍，因此适合一同放入队伍的其他增伤角色有班尼特、风云万叶、砂糖、莫娜等等，搭配适合的主 C 来发挥更大的输出伤害。其中比较常使用的就是9条沙罗搭配班尼特的组合，另外再搭配风云万叶，没有万叶可以换砂糖，又或是搭配莫娜打感电或是核爆等等，可以自行组合出属于自己的大世界组队玩法，但一样建议是至少2命以上的9条沙罗哦。最后这边提供给抽到9条沙罗该不该练，或是在疑惑9条沙罗该抽到几命的肉肉们一些建议。总结就是2命9条沙罗可以放在任何队伍中当增伤辅助，而若你有练雷系主 C 或是2命雷电将军，就是 all in 让9条沙罗满命。虽然和班尼特比不能回血，但满命后和班尼特有着明显不同的定位，也能够相互搭配，是很实用的角色。不过要注意的是，若你是 2.0 或是 2.1 版本才入坑的玩家，世界等级还在6以下，也没有什么角色，9条沙罗并不太适合用来拓荒，比较属于后期角色。前期还是把资源用在培养主力输出和恢复血量角色的等级和天赋。若是不清楚前期如何分配体力，可以参考洛洛的新手小学堂。以上就是关于9条沙罗的角色全分析影片，后续还会再陆续更新道气 2.1 版本的相关攻略，敬请大家期待相关的内容。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洛洛帮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徐乐 YouTuber 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